我們結婚吧，我們結婚吧，我正式向你求婚。一拉過拉回。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浪漫？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到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给你換一個大鑽戒。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是不是心情不好？明明昨天晚上我們已經……昨天晚上我跟你睡了，我以為跟你結婚了。抱歉，我覺得我應該給你一個交代。等你什麼時候能買得起大鑽戒，你再給我所謂的交代。這塊表，我想賣了它。這塊手表是限量款，具有很高的收藏價值。您確定要賣了它嗎？云云，這是爸爸給你準備的成年禮物。以後爸爸不在了，就讓他陪着你一起長大，陪着你一起經歷人生最重要的時刻。謝謝。乖。你怎麼今天來這麼晚？哎，素媛，你怎麼在這兒？他什麼意思？成哥啊，你給我點時間，我自己處理行嗎？行。那我先去房間裡等你。嗯。找我什麼事啊？你怎麼和這個男人在一起？看不見嘛，我們倆好了，咱們去開房去。是我女朋友。女朋友？我什麼時候說我是你女朋友了？為什麼？根本不愛她。是，我確實不喜歡他，但是架不住他有錢啊。什麼意思？我只要跟了他，就可以免了那300萬的欠款，還能幫我媽結清醫藥費。你要是為我解決這些問題，我也可以喜歡。聽我說，雖然我現在還沒有那個實力，但你相信，以後我一定會給你過上好日子啊！你看，戒指我都……以後是多久啊？3年、5年，還是10年啊？連最便宜的畫廊都不願意寄賣你的作品，你覺得你許諾我的好日子，我這輩子還能趕到嗎？我跟你說過，你很喜歡我收你的作品。我喜歡有什麼用啊？你那些賣不上錢的東西都是垃圾，你憑什麼要求我用寶貴的青春守着一屋子垃圾啊？我有希望成為攝影藝術家的。你能不能清醒一點？一個連日子都過不下去的人，談什麼夢想？你這個叫做痴心妄想。以後別再來糾纏我了，我們好聚好散。素媛，少爺，您是时候回去繼承家業了。一個連日子都過不下去的人，談什麼夢想？你那些賣不上錢的東西都是垃圾。幫我舉辦一個攝影展，把這幅畫標價1塊錢。是，名字就叫倩子。
少爷好。宋小姐，这个孩子，你确定要留下来吗？要，我要留下。据悉，明达集团于昨日召開股東大會，任命繼承人江卓雲於為集團 CEO。江卓雲本人將在本周日舉辦攝影展，對攝影師的生涯做徹底的告別。沈總，宋媛懷孕了。你好，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想买下它。江总，展会那边来消息了，那幅骗子被一个神秘人用500万买下了。500万？我不是让你标价1塊吗？的確是標價1塊，但對方執意要給500萬。馬上去查，我要知道買家所有的信息。妈，你怎麼起來了？媽給你沖了一杯紅糖水，趁熱喝了吧。謝謝媽。你再喝一點啊。跪下。哎，怎麼了？我叫你跪下！你還記得我和你爸爸是怎麼教你的？沒想到你竟然為了錢出賣自己，你還懷了孩子。我都知道了，是我沒有教好你，我愧對你死去的爸爸。既然我不能阻止你犯錯，那就讓我幫你及時止損。迷途知返。媽，你什麼意思啊？你在紅糖水裡加了什麼嗎？那根本不是紅糖水，那是墮胎藥。你要是吐了，我就再幫你準備一杯。媽。我求求你了，你讓我把這個孩子留下吧，他是卓雲留給我的唯一念想了嗎？媽，你是不是糊塗啊？留下他，這輩子就毀了。哪個男人會要一個未婚先孕的女人？我不結婚了，我跟孩子，我們陪你一輩子。媽，你要聽媽媽的話，把孩子打掉，把錢還了。我們重新開始。不要，媽，我不要，我求求你了，媽。不要，媽。江總，買騙子的人找到了。什麼？誰？叫宋媛。怎麼會是他？他現在在哪兒？人在江州人民醫院婦產科，我查到了他今天預約了人流手術。哎，江总，我查到了買騙子那個人叫宋媛。江總聽完這個名字就衝出去了。
沈总，宋云私自买下了少爷那副片子，现在少爷已经追出去了。医生，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把我保住他？你再帮我想想办法。你喝的堕胎药对胚胎的影响非常大，保不住了。那他会疼吗？不会。江周云，对不起，是我没用，没能留住我们的孩子。宋源，你是他家属吧？他刚做完流产手術，這張單子上的注意事項你得仔細閱讀，得好好照料他的小月子。产手術，这孩子是我的，对吧？为什么要打掉他？因为江周云，如果我告訴你真相，只会让你更痛苦吧。你已經回到了江家，我不該跟你再有任何牽扯，因為我不想將來跟別的男人結婚的時候帶着個拖油瓶。你說謊！我為什麼要說謊？你該不會以為我還愛着你吧？你如果不愛我，你為什麼會花錢買那副片子？卓雲，媽媽告訴你為什麼。宋小姐，我們又見面了。你母親身體還好吧？啊，你認識宋源？認識。江周雲，事到如今，我也跟你攤牌吧。其實我早就知道你是明達集團的繼承人，江州首富的嫡子。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自始至終就是個騙子。我從一開始就精心策劃了跟你相遇、相知，並成功讓你愛上我。但其實我早就受夠了跟你在出租屋裡過苦日子。但是我一想，你是江家獨子哎，你遲早會回去繼承家產的，我就忍了下來。但是這一切讓你媽媽發現了，她給了我1000萬讓我離開你。於是我想了想，1000萬跟你，我肯定選擇1000萬。不可能！如果你是騙子，你不會花500萬買那幅畫，一定還是愛我的，對嗎？醒醒吧，我的大少爺！我一個愛財如命的騙子，你覺得我會花了500萬去買你的作品？那幅作品是我幫你媽買的。就算你是個騙子，就算這一切是你精心策劃、精心安排的，可我們在一起那麼久，你有沒有一點喜歡過我？哪怕一點點。我當然有啊，我肯定是喜歡你的。但是我喜歡的是你的家產，是你的錢，不是你這個人。我今天但凡有一點喜歡你這個人，我都不會打掉這個孩子，懂嗎？你個騙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江少雲，我們本來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你就忘了我這個騙子吧，回到你原本就璀璨的人生。沈總，你終於來了。宋小姐是聰明人，你在卓雲面前的回答，我很滿意。你用我媽媽來威脅我，我敢不讓你滿意嗎？這不都是你自找的嗎？誰讓你自作主張買下卓雲的作品？
還讓他查出來買主是誰，甚至你還想生下和卓云的孩子。宋小姐，这个孩子你确定要留下来吗？要，不要留下。好吗？是你买通了医生，然后告诉我妈妈我怀孕的事情。我做事情向来喜欢万无一失。那是江卓云的血脉，能给卓云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但你不配。你就不怕有一天他知道真相之后会记恨你？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只要他能够顺利的回到江家继承产业，就算是恨我，又有什么關係？這裡是600萬，500萬是你幫我買畫的錢，剩下的100萬是你今晚的演出費。對了，那幅片子就留着給你做紀念吧。我昨晚夢見你爸爸了，他說我不應該打你那一巴掌。圓圓，你會怪媽媽吧？媽，是我做錯了事情，不怪你。我就想以後好好陪着你。你去給媽媽打瓶熱水。那你等我回來。圓圓，媽媽知道你是因為我的病和欠周家的錢，才不得已去騙人，所以媽媽決心不再拖累你，早些去跟你父親團聚。圓圓，人都會死，所以你不必傷心，把錢還回去吧，重新開始你的人生。媽媽永遠祝福你。沒有看到嗎？沒有。有人跳樓了！開個價吧。當初你為了區區1000萬，想盡辦法勾引我，想必現在也能開個價，自己賣給我。區區1000萬，果然是有錢人家的傷。那既然如此，我要5000萬，不過分吧？倒也不是不可以。那我就要看看，到底值不值這個5000萬。你幹什麼？裝什麼清楚？當初上了我時可沒那麼矯情。就是個瘋子，那也是被你這個騙子逼瘋的。把它簽了。你要跟我結婚？我只是用一個合法的手段把你留在我身邊吧。不然我要怎麼跟外人解釋？保護還是親？為了報復了一個騙子，搭上你自己的婚姻，值得嗎？明達集團的市值上1000億，我作為 CEO， 一舉動都在媒體的監視下。要是哪天因為一個騙子，明達集團推上風口浪尖，那才是最大的損失。你真夠狠的。
从今天開始，就給我待在這個房子裡，沒我的允許，哪裡都不去。所以，我是你養的金絲雀嗎？江總，少往自己臉上貼金，點螺絲一條。或許，這就是上天對我的懲罰吧。江先生，找身衣服，把他身上这身破烂换了。是，您这边请。换。再换。江先生，您看这套怎么样？多美的一张脸，怪不得以前我会被你的神魂颠倒。江总，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闭嘴！不该你問的話，別問。沈總生日快樂！咱們以後公司常常合作，好嗎？謝謝周少，代為您父親好。江少身邊的女人是誰呀？不知道是哪家千金，挺不錯的。哎，我聽說江行雲不喜歡你看，身邊的狗都是公的。我看這傳聞啊。媽，生日快樂！謝謝兒子。還不趕緊打個招呼？沈總，生日交錯了。卓雲，不要胡鬧，來者是客。宋小姐，抱歉，今天是私人宴會，你出現不大方便，不如我叫司機把。有什麼不方便的？你跟我來一趟。乖乖在這等我，如果你敢跑的話，就把你腿打斷。江少剛才叫他閉嘴，看來也沒把他放在心上哈。的確，正牌女友怎麼可以這麼粗魯的對待呢？我聽說啊，家裡給江少安排了相親，我看這個女人啊，恐怕不知道是從哪個會所裡面找出來的女模來氣他媽的。卓雲，媽媽給你安排了那麼多大家閨秀、名門千金去相親，哪個不比宋小姐好？您既要我快速結婚，又要指定人選，未免太貪心了吧？媽媽這是在為你好，怎麼叫貪心呢？您大可不必在我面前扮演慈母。卓雲，我看你是根本就沒有忘掉宋元吧？我怎麼可能在這個騙子面前？那既然如此，你怎麼還跟他糾纏不清？你覺得我是什麼寬宏大量、不計前嫌的人嗎？別忘了，2年前要不是你幫他逃跑，他到現在都不可能安穩無事。婚姻大事不可兒戲。您只不過是想讓我找個人結婚，傳承家業，這個人是誰都沒關係，不是嗎？是，誰都可以，但唯獨他不行。您如果執意認為不行的話，讓我明
天就去离婚。你们已经领证了。来参加您的生日，得名正言顺。不过我江卓云这辈子只结这一次婚，要不要接受，您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嗨，美女，哪个厂子的？加个微信吧，到时候我去给你捧场。哎，别走啊！这位先生，请你自重。能把江卓云迷得神魂颠倒，说明你伺候人的本事还不错。我给你加点，揍揍我。滚！急什么？我不介意你被江卓云玩过，那是你的荣幸。女人嘛，关了灯都是荡妇。操！给你脸了！江少，在我家动武，是这个贱人，他勾引我。看来是我误会周少了。是的，他勾引我的，是吧？我就说吧，这个女的看起来就是个不安分的货。江少这才走几分钟啊，这就勾搭上了？也不一定。周元什么货色，你们又不知道。是他说的这样吗？不是。那你说说是什么样？他侮辱我。他怎么侮辱的你？他说不介意我被你玩过，那是我的荣幸。女人嘛，再坚持，关了灯一样是荡妇。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江卓云，把我打成这样，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打电话给周董，让他来我这里。我倒是想看看你爸怎么饶不掉。胆子这么小，都出汗了。给太太倒杯冰水，她有点受惊了。是。你是我太太，就不会让人欺负。江总，对不起，我这逆子无意冒犯了江太太，还请江总无意冒犯啊不，故意冒犯，还请江总给个面子。你让我给你面子？逆子，我赶紧和江总、江太太道歉，让他们原谅你。江总，对不起，我不知道她是您太太，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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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太，你怎么看？先送医院吧。既然我太太发话了，那就先送医院吧。至于后续的医疗费，开完发票找我助理报销。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宋元他在江城活不下去吗？那为什么卓云还是找到他了？抱歉，沈总，是我的失误。星云，你太让我失望了。甩脸色给谁看？没人看戏，江总不装了是吗？这就生气了，受不了了吗？你在宴会上给足我体面跟尊严，我有什麼資格生氣啊？我既然娶了你，對外你就是我江卓雲的老婆，江家的少奶，在外我會給足所有面子。但是一回到家，你就是我花錢買來的傭人。我有自知之明，你不需要提醒我。你早有這窩裡橫的態度，今天就不至於我出手收拾殘局。那個蠢蛋當眾羞辱你，你就是在打我的臉，打狗也要看住。過來。婚禮沒有，但戒指得有，以免哪個不長眼的蠢蛋又打了我的臉。
这个戒指，你在痴心妄想什么？当初那枚戒指是我变卖了我爸的遗物给你买的，包含了我所有的心，也是他对你的祝福。你觉得你这个骗子配戴那枚戒指？别在我面前装的可怜兮兮的，我可比我媽大方多了，給了你5000萬，你應該感恩戴德，給我笑笑。別笑，比哭還難看。江总，青山別墅已經安排好了，我們的人24小時待命，絕對保護宋小姐安全。叫她什麼？宋小姐。抱歉啊，江總，是太太。江總，結婚證屬於您個人重要證件，要不你自己拿着？不是什麼重要東西，放那兒。宋远，這輩子不會饒了你。那個女人最近在幹什麼？太太除了上班，平日裡就在青山別墅待着。上班？是的，太太在陸總的星源娛樂上班。什麼職位？說是藝人助理，實際上。宋元，安西老師的劇本打印好沒有？哦，你沒事幹就在那摸魚，去樓下買10杯咖啡回來。好。江總，太太這2年找工作屢屢碰壁，就算是名牌大學畢業，沒有公司用她，就仿佛被人封殺了一樣。所以太太只能找些雜活勉強維持生計。是他活該。幫我查一下，是誰在背後謀殺他？是。他怎麼可能搭理我呢？那天晚上，他在江家承認我的身份，不過是為了和他母親置氣罷了。太太，我來幫您拎吧。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您一個人拎這麼多太重了，還是我來吧。你倒是殷勤，可惜某些人不領情啊。江總，我把太太送上去，再下來找您啊。你給我吧，我自己拎上去就行。不用了，太太，我要不給你送到地兒，明兒江總就讓我去中東挖地雷了。他怎麼可能啊？非常可能。薛先生，謝謝你幫我送咖啡回來。薛少。安心小姐，你怎麼在這裡？哦，我陪江總過來拜訪一下陸總。江主任也來了。他讓你送咖啡來探班？哦，不是，咖啡是是宋小姐買的，我只是幫忙拎上來。哎呀，我前段時間啊在南法度假，沒趕上阿姨的生日宴，你幫我把這禮物帶給她唄。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来给你送钱。哼，我猜呀，你是知道安西今天在这里拍摄。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你没有。人身攻击啊！姓江的，别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骂我。我给你投2个亿，但我要33.4%的股权。你当我傻呀？33.4%的股权所有，拥有一票否决权。我听说前段时间你离婚，我来给你送钱，你应该感恩戴德，喜极而泣。那我是不是还得跪下来喊你一声金主爹呀？大可不必，主要是不想有你这么个儿子。对，据我所知，你跟这安西也就几面之缘，这么快就一掷千金，博红颜一笑了？什么瓜都吃，只会害了你。玩笑。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参观拍摄？狗东西，还说不是？安老师，一个咖啡。宋源，你是怎么认识薛昭的？我跟薛先生不熟的。不熟？那他会帮你拎咖啡？你知道他是誰吗？就管让他帮你的忙。江周云，你怎么来了？探班。我说呢，学长怎么会来？原来是你来看我了。你出去吧，这里没有什么让你帮忙。哎，那个谁，麻烦帮我带一下门。你坐那边去。我有。你每次都这样，和我见面又不许我碰你。闭嘴，话太多了。江卓云刚给咱们投了2个亿，你们说他是为了捧安西吗？这些年江卓云一个緋聞都没有，只有安西被记者拍到和江卓云在法餐厅约会，2小时了。你们说他们关着门在里面干什么？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点什么？听说江卓云是有老婆的，前段时间在江家的晚宴上，有好多人见过这位传闻中的江太太。有老婆，跟外面的女人还没断干净，說明這老婆就是個擺設，約等於無。你說是吧，宋淵？啊，是的。你臉色怎麼那麼差？身體不舒服嗎？我有點悶，我先出去透透氣。你說孤男寡女共處一室能幹點啥？有老婆，跟外面的女人還沒斷乾淨，說明這老婆就是個擺設，約等於無。如果你想讓別人知道的話，還可以大點聲。哭什麼？沒哭。還嘴硬。是气我跟安西。我就是你花錢買回去的擺設，我有什麼資格干涉你的私生活？江總，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別說一個安西了，就算你身邊有周喜、劉喜，不管什麼喜，我都不會生氣的。倒是想問問你，當初我媽給了你1000萬，這1000萬這麼快就揮霍完了，以至於現在給人端茶倒水，跑腿送咖啡。跟你有什麼關係啊，江總？當然有關係，區區1000萬，跟我這棵搖錢樹比，
后悔當初甩了我？當然後悔啊！後悔當初怎麼沒要1個億啊？就要了1000萬，也太少了吧？真想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是什麼顏色！我就是個騙子，沒有心。滾！聽到嗎？叫你滾，聽不懂嗎？江周云，你的外套忘拿。脏了，有点。回公司。江总，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你就不要讲。哦，讲。江总，我觉得您可以跟夫人好好谈一谈。您为了她都给陆总那公司花了2个亿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为他花的钱？我江卓云的女人在外面給別人打工，傳出去我不要面子。江總英明。安老師，今天辛苦你了。不辛苦，都是我應該做的。既然不辛苦，那還得麻煩你幫我把品牌方的項鏈送回劇組，交給服裝老師保管。現在嗎？是啊，他們劇組夜戲等着用呢，麻煩你跑一趟了。好，應該做的。姐，服裝老師不是說今天他們不出工，項鏈可以明天送回去嗎？是啊，但我就是故意的呀。從公司到劇組單程2個小時，而且天氣預報說今天會有暴雨。你既然這麼好心，要不你去替他送？我就這樣啊。那個，陸總。啊，小宋啊，這麼早就下班了？啊，不是。我是幫安小姐送項鏈到劇組裡。啊，去吧，好好努力工作才能升職加薪。那些到點下班的都是鹹魚，知道不？哎，我知道了，陸總。是吧？啊。学长，你怎麼這宋媛這麼殷勤？你是不是覺得人家漂亮，想追求人家？陸總。我不敢的，你就說人家漂不漂亮？陸總啊，我勸你，這話可千萬別在江總面前說。為什麼？為了您能長命100歲。哎，你找誰啊？哦，今天不是有劇組開工嗎？他們有夜戲，過來還東西。大暴雨停水停電，全劇組今天休息，不開工。喝一個。不喝你來會所幹什麼？區1000萬，跟我這個搖錢樹比，後悔當初甩了我。當然後悔啊！後悔當初怎麼沒要1個億啊？就要了1000萬，這也太少了吧！真想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是什麼顏色！我就是個騙子，沒有心。誰給你打電話？怎麼不接啊？跟你沒關係。哎呀，沒電了！江總，封殺夫人的人查到了。江總，我雖然沒有查到封殺夫人的人具體是誰，不過有證據顯示，下命令的人是董事長身邊的江特助。江行雲，這張照片，你還有印象嗎？這是什麼時候的？這是我調查江特助的時候無意中發現的。您離家出走後，江行雲一直在暗中監視您的一舉一動。還查到了什麼？
宋家大火当天，江特助的车曾出现在宋家附近。宋家大火2个月后，太太曾去瑞丰银行兑换过一张1000万的支票，这些钱太太用来还了母亲的医药费，用来赔了周边邻居300万。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認識您之前。江總，有句話我不知道該說不該說。你的意思是，宋妍雖然是騙子，但他是被我媽設計陷害推入深淵，然後再給他一個交易的機會，把他安排在我身邊的。董事長的計劃天衣無縫，但他唯獨漏算了一點，那就是太太真的會愛上你，所以太太用剩下的500萬買了您那副片子，這才讓您整到醫院去。但是我還是慢了一步。董事長早就買通了醫生，向宋太太泄露了太太懷孕還有醫藥費的來源，所以宋太太這才下藥導致胎兒流產。等我們到醫院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晚了。董事長用宋太太的安危做威脅，這才迫使夫人跟您說了那些違心的話。你個騙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江少雲，我們本來就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你就忘了我這個騙子吧。學長，是我害了他。您好，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您好，您撥叫的用戶暫時……他現在人在哪兒？太太去給劇組送東西了。現在？啊？你這麼能耐，怎麼不明確告訴我？啊，江總，哎，江總，哎，江老總怎麼這麼着急？幹嘛去？陸總，您認不認識賣墓地的？可以打成嗎？賣墓地的，這麼年輕就要操辦後事了？是的，或許你也需要。江總！所以，我是你養的金絲雀嗎，江總？少往自己臉上貼金，頂多3條狗。我既然娶了你，對外你就受江卓雲的冷落，江家的少女，在外我會給足所有的面子，但是一回到家，就是我花錢買來的傭人。別在我面前裝得可憐兮兮的，我可比我媽大方多了，給了你5000萬，你應該感恩戴德，給我笑。笑！您好，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張周雲，你什麼時候來接我回家？張周雲，你終於來接我回家了。我說過，不管你在哪裡，我都能找你。你要把自己弄得這麼實。江周雲，江總，謝謝你今天來接我回來。故意的是吧？啊？什麼？單程2個小時的路，你就不知道讓司機多等你一會兒，拉你回江城啊？那個師傅他接了新的訂單，就着急走了。那你就不知道打電話叫人來接你嗎？我打了，但是還沒打通就關機了。打給誰了？對不起啊，我不應該打擾你，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那一刻我就只想到你了。我想到之前下雨我不帶傘，你都能找到我在哪。
你別生氣啊！我知道我不应該沒有分寸擅自聯繫你，但是你放心，以後絕對不會再有這種情況發生了。萬一再有這種情況，要是再有這種情況，我就找別人幫忙，絕對不會打擾你的。那你說說，你找誰？找誰都行，但你放心，絕對不會再找你的。喂，江總，不惜一切代價查清楚当年宋家火灾的经过，我要确切阻止。是，江总。宋元，项链昨晚送回去做。安老師，我昨天去劇組的時候，他們說停工了，我是今天早上送過去的。這樣呀，那是辛苦你了呢，跑了2趟。不辛苦，工作而已。安小姐，江总讓我接您過去。他又想我了吗？你人从都进。周爷，我来了。江总，人到了。立马从新研消失，这是给你的赔偿。为什么？江周云，我做错了什么？别在我面前装，我有卧底在。文哥，周云，放开！你放开我！我要去问江云，他为什么不要我？安小姐，江总从来没有要过，又何谈来的不要脸？你和江总见面不过2、3次，有什么資格質問他到底看上誰？他如果不喜歡我，為什麼要對我好，還跟我一起去吃飯？你說的是你設計和江總在法餐廳偶遇，安排狗仔偷拍曝光那次，是嗎？江云知道是我故意安排的。你既然用江總嘲匪當墊腳石，就應該心存感激，而不是得寸進尺，欺負江總在乎的人。江周云在意的人。宋元是宋元，宋元是江云的新歡，對不對？安小姐，給你個忠告：聰明人從來不過問他不該過問的事情。他既然一直看不上我，為什麼願意陪我去法餐廳吃飯？又為什麼願意容忍我利用他傳緋聞？江總，江總你受傷了，我去給你買創可貼。我有創可貼。我看看，貼完了沒？你怎麼這麼傻？他們要把你打死的怎麼辦？那也不能讓他們傷害你。別動，我幫你貼完了。好像有點涼。不必了。哎，江總。不能这么喝。你知道吗？就是在那天晚上，他給我帶創可貼的時候，我對他動心了。江總，您喝多了。女人的心為什麼這麼硬，這麼冷啊？江總，我扶您回去休息吧。不喝了，走嘍。你褻瀆了江總對創可貼的美好回憶，江總讓我轉告你，你怎麼弄出來的誤會，就怎麼解決它。他不希望別人誤會他與你有救。此外，3天內離開江州，永遠消失在江總面前。
進。江总，事情都办好了。你去找安西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夫人没什么反应。什么叫没什么反应？所以，江总，您故意让我当着夫人的面叫安西过来见你，是想让夫人吃醋是吧？滚出去！去哪儿了？我以为你跟安小姐去约会了，今晚不回来了，我就在公司加了会议。你还真是幸福呀，知道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还能没心没肺的在公司加班。我明确我自己的身份，不敢以江太太的自居，更不敢要求你对这段婚姻忠诚。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这不是你要求的吗？我去洗澡。通知陆岩，在合约里加一条，员工加班不许超过晚上8点。巴掌大点公司，屁事还不少。江总，您说的员工是指所有员工，还是单指太太一个人？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我拿件衣服。其实我也不是经常加班的。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打电话吗？没错，确实是因为你打的电话。你刚才不是说清楚自己的身份？怎么，连下班回家都要我等你？是不是我还得等你回家把家务做了？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了，我以后早点回来。江总早。太太做完早餐就上班去了。她说下班回来就做好晚餐和家务，请您放心。脾气还真是大，一句都说不得。江总，夫人做的早餐不吃了吗？吃饱了。你手里拿的什么？这个吗，江总？这个是太太给我准备的早餐。她对你还挺好的。江总，我错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了，这份我就不吃了。是吗？别人的心意不吃挺浪费的呀。江总，我真错了。你看起来挺委屈的，我欺负你了吗？江总，我不委屈，你也没有欺负我。开车。我宣布一件事，我和陆总解约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星爷的艺人。该不会是跟江总分手吧？难不成要做江太太了？另外，有件事我澄清一下，我和明达总裁江卓云没有任何亲密關係。之前那些緋聞是我為了出名，可以利用他炒作的。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誤解和他的關係。你還真是幸福呀，知道自己老公跟別的女人在外面約會，還能沒心沒肺的在公司加班。所以是我誤會他了，他才那麼生氣啊。江总，夫人问你晚上想吃点什么，他好提前安排。他給你發消息了？是啊，你看。你怎麼會有他微信的？江總，
您听我解释。你回来了，吃饭吧。我给学长打电话，他没接，我就按照你之前的口味做了饭，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现在的口味。江中云，我之前误会你跟安熙的关系，对不起啊。既然我们结婚了，婚外情这种事情就不会在我们的婚姻里出现。你不说我们之间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吗？过去发生的事，我忘不掉，也不想忘。你洗好了，这是干净的睡衣。戒指呢？哦，我怕弄丢了，太贵重了，我就放起来了。是怕弄丢，还是怕戴着让别人知道你已婚的身份？我怕弄丢了。戒指放哪儿了？弄丢了就没事了。你老公有的是钱。手机。以后有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不必繞一圈去找学长。我是怕麻烦你，所以才找的学长。我有的是时间。是错觉吗？为什么我觉得江周云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我先去洗澡。躲什么？我没躲啊。那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你宋源，让我们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好不好？好。江周云，早餐。早餐一定要吃，要不然胃疼。知道。不行。江总，我们该去公司了。薛特助，吃早餐了吗？没吃的话，我给你拿一份。不用了，太太，我吃过了。謝謝太太。想吃你可以拿着。我不太想吃，江总。那就不吃。謝謝太太。江总，早会是半小时以后，您有时间先吃早餐。先去开会。回头跟开发商核实一下。江老狗，这么快就开完会了？陆总，您吃的这个早餐，不能是江总桌上那个吧？是啊，学长，这三明治你买的，太好吃了。谁允许你动我东西？不就是一个早餐嘛，吃了就吃了呗。不然你拿我怎么办？对了，那个融资协议你为什么要加一条，说不允许员工加班超过8点？这是逃吗？牛马不加班，我当老板的怎么发财住大別墅啊？我是資本家，不是慈善家。哎，态度，你看你。
哎，陆总，您要是惜命的话，就少说话。不就一个三明治，它至于吗？至于，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三明治。走。明天还有早餐吗？有啊，你想吃什么？三明治。可以，但是家里没食材了。今天下班我去超市买点。一起去，下班我去接你。好。您怎么来了？妈妈需要你一个解释。这需要什么解释？一个普通的投资而已。我是不会签字让财务审批的。我走的是我私人的账户，不需要你签字。你是不是疯了？为我老婆花点钱怎么了？老婆？你是不是忘了，他只是个骗子？这个骗子不是你安排的。你知道了。我恨了宋元整整2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可怜虫不过是你手里的一枚棋子。处心积虑设计陷阱引他上钩，练完了就狠狠地把他抛弃了，甚至封杀。为了让我回来继承明达，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可他们母女有什么错？凭什么让他们家破人亡？左宇，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明达。不需要，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只会一味的替我安排。从前对爸爸也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懂得尊重。你不要跟我提他，是他不负责任，不要你，不要我们这个家。我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他，他是被你逼死的。要不是你让他滚，才不会当天晚上连夜离開，导致意外去世。卓云，關於爸爸的死，媽媽無話可說，但是媽媽還是要告訴你，你和宋元注定有緣無分，情深緣淺，不如趁早斷了。長痛不如短痛，輪不到你管。是嗎？既然你都已經查到了3年前的真相，那不妨再繼續查查宋清輝。學長，查一下宋清輝的死跟我媽有什麼關係？是，江總。董事長，其實您現在大可不必逼少爺和宋小姐分開。少爺這2年將公司管理得很好，可以。你是不知道，這些小門小戶出身的女人，為了嫁進豪門，能低賤到什麼地步？只要我還有一顆氣在，我就絕對不會承認她是我江家的兒媳。走，去找宋元。現在，卓雲已經知道當初宋元離開他是有苦衷的，那他就更不會放手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我來做這個壞人了。是。江卓雲，我下班了，你什麼時候過來接我？宋小姐，沈總想跟您聊聊。我來接你。宋小姐，我的確是低估了你對卓雲的影響力。即便你當初那麼傷害他，但他依然對你念念不忘。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你配不上我兒子。所以你今天找我來，是想讓我跟你兒子離婚嗎？開個價吧。那你這次能給到多少呢？你想要多少？我跟江正雲結婚，他給了我5000萬。你要想讓我跟他離婚，應該比他更有誠意吧？1個億，夠嗎？不夠。你胃口也未免太大了。
江卓云如今是明达集团的总裁，跟他离婚，我能分走多少财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宋小姐，你得罪我，对你没有半点好处。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你威胁不到我。如果你是真的爱卓云的话，那你就应该把江太太这个位置让出来。这个位置应该属于一个跟她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而不是你这么一个对她事业毫无帮助的孤女。沈总，请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江卓云的身上。江卓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感情，有他的喜怒哀樂，也有他的选择。你这是在教训我吗？你不需要我教训，但是我最后再说一次，我这輩子都不会離開江卓云，除非他親口告訴我他不愛我，讓我走。你看看這些，如果你到時候還這麼篤定的話，那我可以不拆散你。這是什麼？你打開就知道了。沈总，人找到了。这个宋清辉是咱们去年南郊工地上出事故的那个。他老婆一直不肯罢休，想挖出证据，证明宋清辉的死并不是意外。穷人嘛，是这样的，就会想着多鬧一鬧，想多拿點賠償。我聽說宋太太因為宋清輝的死受了刺激，精神不太好。宋小姐是家裡的支柱。沒想到她竟然是宋清輝的女兒。星月，你說這算不算孽緣？沈總，要不咱還是換個人吧？不，就是她，我確定，她會是卓雲喜歡的女孩子。但恐怕宋元不會同意咱們的要求。星雲，你知道怎麼樣讓一個人竭盡全力地抓住救命稻草？首先，你得讓他跌入泥潭，別無選擇。您的意思是？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應該知道該怎麼做了。沈總，昨晚宋家大火，宋家和鄰居周家都被燒了，周家要求宋家賠償300萬。你做得很好，等宋元徹底走投無路了，再帶他來見我。明白。我爸的事故，還有我們家的火災，自始至終，這一切都是你的精心策劃。你有什麼證據嗎？你知不知道你們這是在犯罪啊？你爸的死，那是工地鋼筋掉落導致的意外，而那個承包商也只是我們明達旗下的一個子公司而已。至於你家的火災，那不是你母親發病關了關燃氣而導致的嗎？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宋小姐，誹謗可是要負法律責任的。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對我？為什麼？什麼？哪有那麼多的為什麼？你們這些窮人就知道胡鬧，以為這樣就可以多拿點賠償。我最後一次警告你，離開我兒子。等等，江卓雲，他知道這些。你覺得呢？我在你公司樓下了，你在哪兒？你爸的死是個意外，多給5萬，已經是我仁至義盡了。吃你爸的人血饅頭，你們母女不怕遭報應嗎？你沒事吧？要不要送你去醫院？散給你。
发生什麼事了？為什麼給你打電話也不接，信息也不回？圓圓，聽我解釋，事情不是你想的這樣的。你什麼都知道，對嗎？回答我。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知道？剛剛知道。聽我解釋，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的。你们江家竟然哪是？我太可笑了！我居然爱上了害死我爸媽兇手的兒子，我太可笑了！我太可笑了！圓圓，你不這樣，你不要這樣，圓圓。你們江家在江州城是呼風喚雨，但是江主任，我告訴你，我爸媽的死，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离婚协議書，你尽早準備好。圓圓，不要離婚好不好？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滿足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麼。只要你想要，都会去做。那我要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議書。我想要坏人得到懲罰。江周云，我是不可能跟仇人的兒子在一起的，你懂嗎？你繼續租這房子就最好了，裡頭那些東西我就不叫人來收拾丟了。江总，咱回去吧，这也太大了。是这，他又不要我。江总，我觉得太太还是爱你的，她肯定不能跟你离婚的。对他什么都知道，真的不爱我。宋人，江总，您让我查的那件……江总，您发烧了，我带您去医院。打電話給他，就說我又不吃藥，又不去醫院。哎，太太，江总发烧了，您回来看一眼吧。发烧就去醫院，我又不是醫生，治不了病。太太，江总不願意吃藥，也不願意去醫院，他現在燒得迷迷糊糊的，一直喊您的名字，我也是實在沒辦法了，才給您打的電話。去不了醫院就叫家庭醫生上門。太太，江總其實挺可憐的，白天他用工作麻痹自己，晚上喝多了就一直喊您的名字。太太，您回來看一眼吧，江總只聽您的話。太太把電話掛了，他也太狠心了吧！別怪他，也是我讓他傷心了，他才會這樣。江總，那我送您去醫院。你親自去找他，我想見到他。是。圓圓，你
發燒了，我先給你降溫。我們能不能不離婚？圓圓，我愛你，你能不能不要再拋棄我了？等你病好了，我們再談吧。就算你不愛我，也請留在我身邊。到底該怎麼選？江总，董事长来了。知道了。卓云，我听薛兆说你生病了，烧退了没有？好多了。妈妈还是不放心，还是叫周医生来一趟吧。星云，打电话。妈，够了。妈妈是担心你的身体，妈妈这也是为你好呀。你要是真是为了我好，就不会去找宋元。我说过了，你是明达的继承人，身价1000亿。宋元她一个孤女，她配不上你。是谁让她成为孤女的？她原本也有父有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看来宋庆辉的事情你已经查清楚了。卓云，宋元爸爸的事情真的是一场意外，妈妈也很遗憾。你敢说跟你一点關係都沒有嗎？你是在審問你媽媽嗎？可以這麼認為。南郊工地的意外是因為你採用了不合格的鋼筋，導致了樓梯坍塌，掉落的鋼筋害死了宋慶輝，對嗎？出事之後，你怕因為鋼筋材料不合格的原因被查到，從而導致明達集團股價的下跌，所以掩蓋了真相。你從哪兒拿的這些東西？要想人不知，除非己無畏。是，我承認。宋慶輝的死，我們的確有責任，但是我虧待他們宋家了嗎？我給他們賠償了200萬，200萬還不夠嗎？像他們這種下等的人，連200萬都沒見過，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到現在為止，都不知道自己錯在哪兒嗎？我有什麼錯？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你，為了明達。難道你要我眼睜睜地看着我多年的心血因為一個低賤民工的死而毀於一旦嗎？宋慶輝已經死了，為什麼還要狠心的去找宋元引他下套？一步一步的把他逼入絕境，他媽害死！是他的母親自己承受不住壓力跳樓自殺的，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已經給了他們200萬了，難道他還嫌不夠嗎？簡直不可理喻！說起來你可能不信，事情就是這麼巧。我原本也不知道宋慶輝就是他的父親，要怪就應該怪你，是你在漫天下雨的街頭給了他一把傘。邢雲當時拍照片給我看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宋元就是你喜歡的那種女孩子，你們倆注定是一場孽緣，你們沒有相守一生的緣分，所以媽媽這麼做是替天行道。憑什麼操控我的人生，操控我的感情？因為你是我唯一的兒子，是明達的繼承人。你生來就在金字塔的頂端，為什麼要像一些平凡的人一樣碌碌無為的過一生？我不允許。就像你不允許當初爸爸想做一個攝影師一樣，對嗎？你可以這麼理解。簡直不可理喻。我不可理喻，那你呢？你難道要為了一個女人把你親媽送進監獄嗎？是你欠她的。
好，很好。就算是你把我送进监狱，宋元他会原谅你吗？我不仅害死了他爸爸，我还间接害死了他妈妈，我甚至连他肚子里你们的孩子也是我谋杀的。我封杀他，我让他在江城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像条狗一样的东躲西藏了2年。就算是你大义灭亲，要去讨好宋元，可是他会原谅你吗？要是他选择跟你在一起的话，他该怎么向他9泉之下的父母去交代？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兒子在一起，往後你們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醒來睜開眼睛看到你這張臉，你覺得他是痛苦多一點，還是幸福多一點？不管怎麼樣，都是我們的錯，是我們欠宋元、欠宋家一個公道。你同人想要公道，本就是做夢。沈梅玉、江晴云，你们2個跟我走一趟，配合調查4年前南郊工地上發生的命案和3年前宋家的火災。你竟然真的報警了？是你撿到的，這是南郊命案相關的資料。我辛苦籌謀了這麼多年，為了你，為了我們江家，沒想到到頭來我卻落得這樣的下場。我沈梅玉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嫁給你那個廢物老爸，生了你這麼個不孝的東西。放開我！不要離婚好不好？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滿足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麼。只要你想要，都會去做。是我答應你的。字我已經簽好了。江周云，我不要你的錢。為什麼？我想要的東西你已經給我了，你母親會受到應有的懲罰，這對我來說就夠了。離婚協議，你等改好之後再找我吧。圓圓，離婚協議改好之後，我們直接在民政局簽吧。好，江周云。宋元，再見。江總，我覺得太太還是愛您的，你也捨不得太太，那您為什麼要簽那個離婚協議書呢？就算我們再想，也不可能在一起了。我不理解，那明明相愛的兩個人為什麼不能在一起啊？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兒子在一起，往後你們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醒來睜開眼睛看到你這張臉，你覺得他是痛苦多一點，還是幸福多一點？我跟他在一起，只會給他帶來痛苦。我不應該自私的把他留在我身邊。可您還沒問過太太的想法呢。有必要問他？當然有必要。姑娘，你這是遇到啥事了？哭得這麼厲害？沒事，我就是丟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再也找不回來了。丟哪了？要不我陪你去找找吧。找不回來了，大哥，找不回來了。只要有心，我們就能夠找回來。真的嗎？
真的，我真的从来不骗人的。请問是宋元嗎？我是。您好，宋小姐，我是沈梅英女士的辯護律師，沈女士想見您一面，請問您方便嗎？方便。那明天下午3點，我們在江州看守所門口碰面。你要見我，是有什麼事嗎？知道我為什麼討厭你嗎？我不知道。沈家和江家是世交，我和卓雲的爸爸從小青梅竹馬長大，戀愛和結婚都自然而然。卓雲長得很像他爸爸，用豐神俊逸4個字來形容，一點兒也不誇張。婚後我們也過了幾年幸福的生活，但直到卓雲5歲那年，他突然跟我提出了離婚。你現在跟我說你對我沒有愛情，要去尋找什麼夢想？江明達，你瘋了嗎？我知道我現在跟你說這些你很難接受，但沒關係，你不懂我，我也不會怪你。我不懂你，那外面有人懂你是吧？是。江明達，你混蛋！你能不能不要這麼衝動？父母希望我繼承公司，所以即便從小我就喜歡拍照，我也必須要放棄，然後按照他們的想法去學習金融，繼承家業。我曾經以為這都是對的，因為我所擁有的生活是很多人勞碌一輩子都到達不了的羅馬。但是媚月，人到中年，我突然覺得這一切特別的沒意思。所以你出軌了？1年前，我重拾了攝影，在一次採風的時候，我認識了慶怡。到底哪一點比不上他？你要為了他拋棄我們這個家，拋棄我們母子？你沒有比不上他，但是他懂我。你從根本就覺得我一點攝影的天賦都沒有，甚至覺得我拍得非常爛，寧願從外面請來攝影師到家裡來，也不願意讓我試試。但是慶怡，她懂我每一個鏡頭背後的想法。OK， 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想要過的生活不是現在這樣子的，你明白嗎？我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了，你為什麼放着好好的生活不過，你要去做什麼藝術家夢？江明達，你不是在追求夢想，你是痴心妄想。我會精神出戶，今晚就搬出去。對不起。你這麼迫不及待要走是吧？行，你滾，你馬上滾，滾！好。雨月，以後爸爸不在家，你一定要好好聽媽媽的話。乖。那天晚上，他要去找那個女人，可是萬萬沒想到，卻在半路出了車禍。我和卓雲趕到醫院去見了他最後。從那以後，卓雲就記恨上了我。他認為是我害死了他爸爸，可是他卻不知道，是他爸爸拋棄了我們母子，為了去找另外的一個女人。而丟了自己的性命，而我卻只能選擇告訴身邊所有的人，他是因為生意上的事情跟我發生了爭執，隨後外出發生了意外。聽起來我跟同樣被丈夫拋棄的斯里特克蘭德太太很像，對吧？但是卻恰恰相反，我的丈夫是真的出軌了，而我還不能以此為理由向眾人宣告他拋妻棄子，反而還得為他編造一個謊言來替他遮羞。你為什麼不把真相告訴江卓雲呢？那個時候他還太小，等他長大之後，我也覺得沒有必要再告訴他。畢竟我不想破壞父親在他心目中完美的形象，他需要有這麼一個寄託。因為他父親的前車之鑑，所以你反對他追逐夢想。他生來就是天之驕子，他擁有普通人奮鬥10輩子都得不到的生活，為什麼要去做那種不入流的藝術家？有什麼用？
不要用這種眼神看着我，不需要你的憐憫。即便你自己情感受到了傷害，你也不應該剝夺江卓云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這就是我討厭你的原因。當初我在醫院裡見過那個叫庆怡的女人，你跟她一樣，都長了一雙讓人討厭的眼睛。這雙眼睛裡面充滿了倔強和憐憫，而且你们還用同樣的眼神看着我，說了同樣的話。你之所以愤怒，是因為我說的話觸中你的痛點，對嗎？閉嘴！你懂什麼？你之所以提起這些往事，是想為你害死我父母找借口開脫，還是為你控制江卓云的人生找理由？在你的故事裡，你的確是個受害者，我很同情你，但這些不能成為你犯罪的借口。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就是想告訴你，像你這種出身卑微的女人，這一輩子就只配跟那些凡夫俗子草草一生，你配不上我的兒子。就算是我坐牢，我也絕對不會同意你們在一起。你說了不算，難道你忘了，是我害死了你的父母？你難道要不念孝道，跟你仇人的兒子在一起？其實，在今天來之前，我一直在想，他們是不是在怪我愛上了仇人的兒子？但是就在剛才，忽然就明白了，他們不是在怪我，他们支持我做的任何選擇。可笑的借口！可笑的人是你。我們宋家雖然不富裕，但是從小不管我做什麼，他們都支持我，他們愛我如生命啊，又怎麼會怪我愛上江卓云呢？我的父母從來都不會因為我的虛榮和需求，以愛之名強加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覺得江卓云好可憐啊。如果最後連我都不要他了，那他就更可怜。我之前是覺得我跟他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那麼璀璨的人生不應該存在我這種平凡的人。但是後來我想明白了，我跟你，包括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替他去選擇，他應該過什麼樣的人生，去愛什麼樣的人。所以這一次我要讓你失望了，不管你做什麼說什麼，我都不會放棄他，我都會陪在他的身邊，愛你他，支持他，直到死亡將我們分開。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裂痕，就是因為這些不完美，所以我們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獨一無二的。或許你可以考慮把事實告訴他，他有知道真相的權利，也有承擔痛苦的勇氣。你應該放過他，也應該放過你自己。那我就坐等江总的2个亿到站喽。今天晚上摆一桌，全场消费，本公子买单。该你。喂，是宋源家属吗？这里是江州人民医院急诊室。是我。他怎么了？宋源发生车祸在抢救，请你立刻来医院。江老板，怎么你去哪儿啊？车在哪？停车场。钥匙给我。钥匙給我！你告訴我你去哪兒，我來開。你這樣能開車嗎？走，走。不是，幫我查一下宋源在哪兒。宋源，前面。江卓云，你怎麼在這兒？沒事吧？你受傷了啊？我沒事啊。哦，那車撞的是別人。事就好，事就好。不是，学长。江老狗什么时候和小宋搞到一起了？这事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不告訴我？我早就告訴過您了。
不过您好像没太理解。有吗？陆总，您呢先醒一醒，我去看看太太的检查单。不是，你叫宋元什么？太太？对啊。我操！我说他怎么3星大发给我捐2个亿，原来在这儿等着我，狗东西！哎，学长啊，你帮我想想，我以什么姿势下跪比较容易得到宋元嫂子的原谅？哎，当时在路上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就擦破了脸，没事的。江哲宇，今天你在医院是为了我死了？不许你胡说八道！如果我真的死了，太太说这种话试试。谁让你亲我的？那都离婚了。没领凭证，还是我。不要理。你都不问问我跟你妈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我跟你妈说我会尽快跟你离婚，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离婚协议我已经叫学长去改了，我改完之后，我没时间写。笨蛋！啊！我说啊，我刚才都是骗你的，不是那么跟你妈说的。那你怎么和她说的？我跟她说呢，我以後都會好好陪着你，陪你從天光乍破一直走到夢醒白頭。每個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方向，他們向東，向西，向南，向北，而我向你。從我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天賜的救贖，是遲來的禮物。我們以後永遠在一起，